You are going to die in there. 在一座废弃古宅前，正站着一个小女孩，她正死死地盯着古宅。一个石头砸破玻璃，紧接着两个熊孩子出现在门口。看到男孩想要进入古宅，女孩发出善意的提醒，男孩们非但不领情，还对女孩口吐芬芳。两个熊孩子转身就进入了古宅。You're gonna regret it. 俩熊孩子肆意的破坏着，却无意间吵醒了这里的东西。诡异立刻接踵而至，一只死掉的野猪突然出现，那流淌的鲜血竟还是热的。男孩没有感觉到不妥，这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探索欲。一旁的木门缓缓打开，像是在欢迎两人。他们立刻来到地下室查看，却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奇怪的标本。这俩倒霉孩子根本不带怕的，红衣男孩甩手就将标本打碎，一股恶臭扑鼻而来。他们没有看到的是，一道诡异的身影正在身后悄悄闪过。两人刚想离开这里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已经发生了。打碎标本的红衣男孩不见了，哥哥一通寻找，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弟弟突然消失不见了。哥哥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，紧接着一道鬼影从身后冲来，俩熊孩子永远留在了这里。古宅外却是风平浪静，时间一晃来到20年后，原本破烂不堪的古宅已经焕然一新了。本一家打算搬到这座翻新了的古宅内，中介没有对本一家隐瞒任何真相。上一任房主是一对男性情侣，他们在将房屋进行翻修后，就先后被谋杀在了这里。这也是房子为什么会如此便宜，只有正常价格的1/3。小美正处于叛逆的青春期，听到这座老宅死过人，当即便一口答应买下。而他们的狗却是一反常态，对着地下室的门不断叫唤。到了晚上，本想要与妻子梅姐深入交流，却被梅姐冷漠拒绝。原来就在1周前，梅姐刚在医院做完妇科检查，回到家后却听到了一阵诡异的声音。她立刻拨打电话报了警，有人闯进家里了，然后掏出桌上的菜刀就往楼上走去。刚上楼，她就听到一阵阵让人脸红的声音。梅姐打开门，发现本正在偷吃，梅姐瞬间如遭雷击，本也对此很是愧疚。为了挽回妻子，他便决定带妻女离开这个伤心地，斥巨资购买了这栋古宅作为新家。第二天，梅姐正在修理闭环。You're gonna die in here. 开头的小女孩出现了，如今的她已然长大成人。梅姐对这位不速之客很是排斥。女孩的母亲兰姨也从外面走来，两人正是他们的邻居。兰姨临走前还送了一份鼠尾草，说是可以净化恶灵。Too many bad memories in here. 梅姐当即点火熏起屋子来。当走到一处过道时，意外发现了一间阁楼，但当她爬上去后，却发现这里一片漆黑。听到尖叫的本和小美立即赶来，原来是一条黑色的橡胶符。本一脸坏笑地调侃妻子，上任房主肯定有点小癖好，不过本还是立刻将他丢到了外面的垃圾桶里。就在当晚，沉睡中的本突然醒来，仿佛有一股力量在操纵他，他径直来到火炉旁，然后一把将他点燃。 What are you doing? 本却只是机械地回应着。第二天，梅姐正在晒床单，一个神秘女人突然到访。女人叫莫拉，自称是这座古宅的管家。她曾经为上一任房主工作。梅姐见她态度诚恳，便邀请她到家里详谈。女人说这间古宅换过很多主人，但她却一直留了下来。她很了解这里。就在这时，本也正好回来，可他眼里的莫拉却和梅姐完全不同。谁又能拒绝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管家呢？眼见目的达成，莫拉称每周4都会来打扫，随即便要离开。梅姐丝毫没有察觉到本的异常，因为莫拉在她眼里就是个奶奶。次日，本刚洗完澡，就听到隔壁房间的异动，打开门一看，竟是女管家在打扫卫生。女人的身体好像会说话一般，本立刻逃离，然后默默地站在窗前，安抚着自己的千万子弟兵。本拉开窗帘，竟是个浑身烧伤的怪人。等到他赶到院子里时，男人已经离开了，而梅姐也买完菜回家。她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一个转身，冰箱门什么的竟全部开着，外面还传来一阵阵笑声，是邻居胖妹。女人只是痴痴地笑着，随后拿手指着她。而上集20年前死在这的俩熊孩子，竟一左一右地出现在了她身旁。在这座阴森的古宅里，每任主人都会离奇死亡，房主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但女管家却一直未变过。这位管家很特别，常人眼里的老奶奶，在男主人的目光下，竟是个风情万种的妙龄女子。女人每周4都会来打扫卫生。 Am I distracting you? 故作镇定的本眼见就要沦陷，女儿小美出现，她看到的管家可是位奶奶呀。这下父女俩的心理阴影估计都不小。本不仅是这里的主人，他还是一位心理医生，经常会在家里接待病人。小帅就是他的一位患者，而小美显然对爸爸的这位病人情有独钟，一个叛逆期，一个精神病，两人之间迅速升温。但本却不允许两人交往，被拒绝的小帅情绪变得更加暴躁了。他会回来的。当晚，梅姐正在擦着乳液，一个身穿黑色橡胶服的男人出现。 Hot. 梅姐只当是丈夫的小节目，立刻起身相迎。下面不好看，省略1万字。但是真正的本此时正在厨房，他将煤气一个个打开，目光呆滞，而且还将手伸向了火焰。关键时刻，兰姨出现。Now is not your time. 本却像是中邪了一样，他缓缓地回到房间，旁边的妻子没有察觉任何异常，反而说了句奇怪的话 I love you. I love you too.
次日，本正在晨跑，一辆车紧跟其后，本立刻跑进树林，车上的人马上下车尾随，本趁其不备，一把将他抓住。正是上级提醒他家人有危险的八脸男，男人身上70%都是烧伤，而且他竟是古宅曾经的一任屋主。男人称古宅里有恶灵，他们搬进去后就开始幻听，然后就是怪事连连，直到有一天晚上，那个声音再次出现，脑海里不断响起一句话：烧死他们，烧死他们。而他竟然对此言听计从。男人最后侥幸捡回一条命，但妻子和女儿们却葬身火海了，而他也因为得了脑癌，被当地监狱释放了。得知本已经开始出现梦游，男人让他赶紧搬离那里。身为心理医生的本当然排斥他的说辞，随后便立刻离开了。而那个八脸男却是诡异的笑了起来。另一边的兰姨悄悄地摸进了梅姐的卧室，她正视着梅姐的耳环。女管家莫拉出现，她让兰姨别动主人的东西，兰姨也瞬间没了兴致。对于这位多管闲事的管家，兰姨像是很早就认识了。Don't make me kill you again. 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，难道莫拉不是人？而梅姐也从外面归来，她告诉本一个好消息，她怀孕了。夫妻俩喜极而泣，但是那晚的橡胶人可不是本啊，这孩子是……夫妻俩自从搬进这座凶宅，奇怪的是，奇怪的女管家就没有停过。上一任屋主更是被凶宅里的神秘力量操纵，一把火送走了自己的妻女。而这座凶宅几十年前还是个正经的宅子，这里曾经是一所护士宿舍，室友们当晚盛装打扮，打算前去看乐队演出，但有2名室友却想在家学习。很快，一声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2人。室友打开门，外面站着一个陌生男人。男人称额头受伤了，希望能够进屋包扎。作为护士，女孩立刻将他请进屋。看着女孩脖子上的十字架，男人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You think Jesus is going to save you? 单纯的女孩根本没察觉异样，但很快她就发现，无论怎么找，她竟然都找不到伤口在哪。她像是自己愈合了。男人突然暴起，一把将女人拍晕。胖护士想跑，也被男人放倒。Fatty, Patty, Fatty, Patty. 很快，女孩就在沙发上醒来，男人拿着护士服丢给她。Put it on. 吓坏的女孩只得照做，男人就像在欣赏自己的作品。很快，女孩就穿好制服，然后以一个奇怪的姿势被绑在沙发上。男人自言自语，女孩却一直念诵着圣经。眼看男人走开，女孩如蒙大赦，但是上帝显然并未眷顾她。这个宅子也自此成为了凶宅。随着前前后后大几十号人死在这里，古宅的诡异更加浓重了。那位男女视角里2副面孔的女管家，隔壁的蓝衣母女，还有本那奇怪的精神病人小帅，这些人究竟和这宅子有什么关联呢？当晚，小帅就诡异地站在床边，看着睡梦中的小美。屋子里的警报响起，夫妻俩被惊醒。本立刻下楼关掉警报，但他却发现屋子大门开着。本一番检查，却在地下室发现了邻居胖妹。黑暗中好像有东西在和他玩耍。得知是胖妹再次闯入，梅姐很是烦躁。更糟的是，梅姐自从和橡胶男交流后，她就怀孕了，但她却一点孕期反应都没有。这个孩子安静的就像不存在。本俯身安慰妻子，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头顶青青草原了。如果门是胖妹开的，那小帅是怎么进来的呢？在住了一屋子鬼魂的凶宅里，复刻曾经发生在这的凶案，无疑是在墓地里玩笔仙，那得是什么神仙体验啊！原来本这天刚结束心理辅导，女人称这里是恐怖旅游的景点之一。这个奇怪的女人显然对发生在这的故事很上心，本却是一头雾水。女人刚走，之前和她偷吃的女学生就打来了电话，女人告诉本自己怀孕了，本为此很是懊恼。她谎称出差看望病人，实际是要赶过去给女学生打胎。与此同时，隔壁的兰姨正做着蛋糕，而且还特地加了能让人内出血的糖浆，最后还让胖妹吐了点口水。很快蛋糕就被送给了梅姐。兰姨一进门，脱口就说梅姐怀孕了，而刚打算出远门的本刚好垫垫肚子，不成想兰姨特别严肃，这份吊血套餐显然是给梅姐的。兰姨为什么会对一个孕育中的生命心怀不轨呢？这一折腾，蛋糕是暂时不吃了。晚上梅姐正在刷抖音，门铃响起，外面有个受伤的女人，女人想要进门包扎，同样的套路，老司机梅姐可不会上当，她反手将门锁住，然后就要去报警。外面的女人突然疯狂敲起门来，结果要死的是电话找不到。通过猫眼，本来以为女人已经离开，结果对方已经进屋了。一伙3人打包了所有值钱的东西，然后拿出了上集一模一样的碗和护士服。这3个疯子竟然是要模仿凶宅里的第一件凶案，而白天向本做心理咨询的女人赫然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们要和上集那个凶手一样，使用相同手法弄死2人，一个淹死，一个是乱刀扎死。小美一个机灵，甩开众人就跑。小帅突然出现，他让小美将他们引到地下室去，然后小美就又被抓了。而此时的梅姐也像那个护士一样被绑着。梅姐试图用聊天拖延时间，而正巧胖妹又再次闯进了他们家。梅姐顿时来了底气。 Well, I don't think you're gonna kill me tonight. Because I think that someone is going to stop this. 结果不成想，胖妹掉头就走。此时楼上的浴缸已经在放水了，这正是第2个死法。女人的同伙拿着兰姨的蛋糕走了进来，结果刚吃完就胃痛了。这位小美争取了时间，小美说这个浴缸根本不是曾经的那个，之前淹死胖护士的浴缸在地下室里。等到同伙嗷嗷吐完，再回到浴室时，人已经不见了。小帅出现在门外，一斧头就送走了他。
而此时楼下，男人让梅姐穿上制服，梅姐趁其不备偷袭了他，两人扭打在地，结果男人还是被梅姐砰砰砸翻。至于另一个女人嘛，则带着小美来了地下室，果然那个浴缸就在这，小帅也在。女人一步步靠近，那个胖护士出现了。而小美也趁机逃脱，母女俩立刻朝屋外跑去。等到男人醒来时，只看到一个身影，他跟着一路来到地下室，他们想要模仿的主角出现了。画面一转，兰姨三人正看着2具尸体。We have to get rid of the bodies. If you want them to keep treating me. I'll get the shovel. Get the bleach. 好家伙，平时没少干这事啊！他们和这宅子到底有什么牵连呢？原来莫拉曾经是兰姨的保姆，性感美丽的她遭到了男主人的觊觎。两人刚要发生些什么，兰姨拎着枪走了进来，一声空枪打断了两人。兰姨二话不说，对着莫拉就是输出。丈夫显然慌了，不断的求原谅。You've broken my heart for the last time. 然后就3枪送走了她。显然丈夫风流成性，兰姨彻底失望了。这座凶宅里又多了2个鬼魂。原来女管家莫拉真的不是人。经过最近的种种怪事，梅姐终于绷不住了，她要立刻搬离这里。但是丈夫本又掉链子了，她投资失败了，他们唯一的钱都花在这房子上了。听到这崩溃的梅姐更崩溃了。第2天，她就叫来了中介。不过这所臭名昭著的宅子可不是好卖的。画面一转，兰姨也是悄悄摸进了房子。她比较喜欢收藏主人家的餐具。女管家莫拉出现，两人的关系也很是微妙，一个是杀我的人，一个是我杀的人。兰姨一遍遍地数落着他。莫拉终于爆发了，她被困在这里太久了，她要离开，但她因为死在这里，根本无法离开。兰姨倒是可以走，但这座房子困住的不单单是鬼魂，还有她这个活生生的人。与此同时，本又在家里辅导病人，但他的视线慢慢的开始模糊。等他清醒过来时，人已经在院子里了，他的双手还沾满了血迹。刚回到屋里，他就看到莫拉在清理地板上的血迹。这个姿势会洗得比较干净吗？哈哈！莫拉趁机又开始挑逗，本终于爆发了。梅姐也被两人惊动，看着丈夫和老管家，梅姐也是一脸的问号。本向梅姐控诉女管家的不检点，梅姐看着面前的老奶奶，实在是提不起什么不好的想法。相反，她还觉得是本的精神出了问题。处理完两人的恩怨，梅姐顺带着整理起了院子。一群游客突然出现。And the next stop on our tour of departed souls, the gem of Midtown, Murder House. 造孽呀！梅姐都牙麦呆住了。You are going to die in there. 这座古宅是镇上赫赫有名的凶宅，只因他的每任房主都会死在里面。不知内情的本夫妇直接花光积蓄买下了这里。刚搬家，那不得收拾下院子吗？结果一群不速之客出现，游客们对着他家就是一通咔咔拍。梅姐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为了弄清真相，梅姐还特地参加了旅游团，景点之一就是他们家的凶宅。哈哈，梅姐差点当场去世。这座凶宅建于1992年，是著名的外科医生查尔斯为妻子所建，但查尔斯却是染上了毒瘾，事业几乎毁于一旦。为了维持生活，妻子给他接了私活，一个意外怀孕的18线演员。女人付完钱，夫人给他喝了一杯神仙水。That's it. It'll make you forget. 然后就将昏迷的女人送进了查尔斯的工作室。就这样，前前后后大概有24位女孩死在了查尔斯的手术刀下。梅姐终于对自家有了了解，情绪过于激动的她竟然流红了。梅姐立刻下车。You can't go in there, ma'am. This is my house. 这下估计所有人都震惊了。不过还好，检查过后，梅姐肚子里的宝宝并没有问题。医生听到她要卖房子搬家，当即否定。搬家可是孕妇大忌。画面一转，兰姨正遛着狗回家，小帅站在凶宅的窗口，兰姨向他打着招呼，旁边的房产中介却什么也看不见。好嘞，小帅也不是人，而本则在晨跑。八脸男又找上了他，不过本显然不想理他。看着远去的本，男人再次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次日，本又一次在院子里醒来，还是同一个地点，兰姨也在旁边，看着旁边的铁锹，像是有人希望他做点什么。管家莫拉在窗口紧张地注视着，兰姨却在旁边分散着注意力。她貌似并不想让本动这里，而家里正在摘菜的梅姐却是听到了门铃声。来人竟然是这座古宅的建造者查尔斯的妻子。梅姐以为他是来买房子的，但女人显然不是人。更恐怖的是，她的后脑勺上还有一个血淋淋的伤口。等到梅姐给女人倒好水，一个转身，女人竟然已经消失了。又是不可思议的一天。这边的麻烦是够多了，本的女学生又找上门了。她竟然凭借着肚子里的孩子赖上她了。本只得先安抚，绝不能让梅姐见到她。结果刚出门就被八脸男一铲子，然后啪啪啪几铲子下去，女人直接领盒饭了。本说着就要报警，但女人的身份不光彩，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，本竟然默许八脸男将她埋了。男人没一会就挖了一个大坑，竟还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头骨。这地下果然不干净，而楼上的莫拉已经泪流满面，那是他的尸骨。就这样，本的情人被掩埋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本还打算在上面建个亭子。You're stuck here forever.
女孩想在万圣节的夜晚化妆成漂亮姑娘，可妈妈却送了她一个人皮面具，并说这个才适合她。女孩抱着面具开心极了，因为这是几十年来妈妈送她唯一的礼物。与此同时，随着万圣节的到来，女管家莫拉也在准备南瓜灯。完事后的她想休假一天，去看看她的母亲。梅姐欣然同意，她抱着南瓜灯来到屋外，两个男人站在那。梅姐以为是来装饰的工人，而男人也介绍起自己和他的爱人。看到这，大家应该明白他们是谁了。两人正是上一任房主那对男性情侣。同样的也是万圣节，杰克也在叼着南瓜灯，但男友雷却要去打牌。敏感的杰克察觉到异常，两人当即大吵一架。结果没一会，一个身穿黑色橡胶服的人出现，杰克以为是雷的小节目，言语轻浮的他直接激怒了对方。杰克被一顿胖揍，随后被一把按死在苹果缸里。回来拿东西的雷亲眼目睹了这一幕，结局显然易见。原来随着万圣节的到来，这座凶宅开始释放亡灵之力，此间的亡灵都开始苏醒了。而此时的小美也在打扮，邻居胖妹突然从床底钻出，她也想在万圣节打扮成漂亮姑娘。小美只得帮她化妆，但当她回到家时，兰姨却是愤怒不已。That smut off your face. No! I want to be a pretty girl! Well, you're not a pretty girl, and you know it. 显然兰姨觉得她化完妆更恐怖，为了避免吓到路人，更为了保护女儿，兰姨只得拿出一个人皮面具给她。果然，胖妹开心的不得了，她立刻戴上面具，穿上漂亮裙子来找小美。但迎面走来的辣妹却是嘲讽她。胖妹不理解，她今天是漂亮姑娘啊，这些人为什么还是这样？她立刻追了出去，结果一辆车急速驶来，胖妹直接被撞飞800米，而肇事者直接逃之夭夭。兰姨闻讯赶来，看着地上的女儿，她简直崩溃了。但奇怪的是，她拒绝了警察送女儿去医院的建议，她要趁着女儿还活着，将她拖到凶宅的草坪上。但是胖妹最后还是死了，兰姨悲痛万分，她终究没有留住自己最后的孩子。而另一边的管家莫拉也来到了医院，由于万圣节的原因，她被禁锢的灵魂可以暂时离开凶宅了。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，莫拉很是愧疚。英年早逝的她从未照顾过母亲，看着母亲如此痛苦，莫拉竟直接拔掉了她的呼吸机。母亲的亡灵出现在身后，让她一起走，但是莫拉根本就不能离开。与此同时，家里的小美也遇到了危机。本上集被拍死的情人也化作亡灵出现在了门口，家里在邪灵杰克的精心装扮下变得更加恐怖。梅姐对此非常不满，觉得在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下，对方居然把家里搞成这样。可对于身为邪灵的杰克来说，万圣节犹如再生父母，只有今天凶宅才会释放无尽的亡灵之力，让他们得以重新复苏。杰克已经将自己当成这座古宅的主人了，他训斥本没有买他要求的绿色苹果，甚至还要驱赶梅姐和本离开他们自己的家。 It's not your house. We know it. You know it.And the house knows it. 梅姐的情绪在杰克的刺激下立刻暴走，眼见双方就要起冲突。门外出现的橡胶人成功的吓退了2个邪灵，可在2名男性情侣离开后，丽莎的肚子就开始隐隐作痛，她感觉肚子里的婴儿在踢她，本认为这不可能，他们的孩子才2个月呀。两人来到医院，医生为梅姐做了紧急处理，并表示不可能是孩子在踢她，因为2个月的孩子只有一个芸豆那么大。梅姐对孩子的安全非常担心，医生却不以为然，这很正常。可医生在为梅姐测胎心时，却发现胎儿有些不正常，这根本就不像是2个月的婴儿。就当他想深度确认时，突然像是被神秘力量攻击，好好的医生瞬间倒地。懵逼的2人更加呆逼了。与此同时，家里的小美也遭遇了危机，有人在疯狂的按门铃，正是那个8脸男，他一厢情愿的帮本做掉了前女友，现在来向本要佣金了。小美立刻打电话给爸爸，但是本却不让他报警，为了掩盖自己的丑闻，他竟不惜让女儿涉险。听着门外更加猛烈的敲击，小美严阵以待，感受到小美的恐惧。小帅所扮的橡胶人赫然出现在一旁，小美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结果一转身他又不见了。随着凶宅的复苏，邪灵们一个个走出地下室，这一天还会发生什么呢？万圣节当晚，女孩独自待在家里，一双手从床下伸出，凶宅里又一个恶灵苏醒了。好在小美正好走开。原来是小帅在楼下，被8脸男吓到的小美太需要人陪了。与此同时，本夫妇也从医院赶回来，夫妻俩一通寻找，却并没有发现女儿。一声急促的敲门声响起，本打开门，外面站着的竟然是他的死鬼情人。女人可是被8脸男拍死，然后埋尸在院子里，本甚至在上面亲手搭了个亭子，这吓得本立刻关上了门。而小美也在此时打来了电话，原来她和小帅去海边约会了。得知女儿无恙，梅姐也松了口气。通话结束，小情侣正想打扑克，一群奇装异服的人走来，小美只当是万圣节的装扮，但几人显然来者不善，他们竟然认识小帅。We've been waiting for years for you to show your face. 好家伙，都不是人啊！但是小帅却像是失忆了，他根本不记得这些人。随后拉着小美就走，一众邪灵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离去。而家里的梅姐又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本情人的邪灵打来的。女人不断地挑衅梅姐，并声称本又一次欺骗了她。看着浴室玻璃上的字，梅姐又绷不住了。她在这个房子里，梅姐冲下楼就要报警驱逐这个女人。做贼心虚的本又怎么可能同意呢？两人大吵一架，本拿着刀来到地下室，果然情人就在这。此时的本还没意识到眼前的女人是个鬼，他只当是女人策划的假死。想到这本就更厌恶了。女人却突然咳嗽了起来，嘴里吐出的竟然都是腐烂的内脏。被谋杀的女人情绪也开始失控。A gazebo, Ben?
Not even a decent headstone? A gazebo? 而本也是临近崩溃，他质问女人到底要干什么，情人却说只是想让梅姐知道真相。结果八脸男从后偷袭，一把将本放倒，看着面前被他杀死的女人，八脸男立刻战战兢兢的道歉。不过女人现在显然还不想算他的账，很快他就从梅姐的浴缸里浮起。为了报复本，他的目标一直是梅姐。等到梅姐来泡澡时，浴室里已经燃起熊熊大火，梅姐惊险的扑灭火焰，但内心已经饱受折磨。眼看前戏差不多了，女人也终于不再隐藏，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告诉梅姐真相。但当她感知到梅姐怀孕了，女人瞬间变色，她也怀了本的孩子，但结局却是一尸两命，被埋在花园里。女人彻底暴走，拿起玻璃碴子就要下狠手。与此同时，本也醒了过来，宅子真正的女主人出现，她不想自己家里再发生悲剧了，然后便帮她松了绑。当本赶到楼上时，正好看到情人挟持着妻子，女人以梅姐为要挟，要求本说出真相。本无奈，只得道出事实，他上次根本不是出差，而是去给情人打胎。眼见梅姐得知真相，女人也终于放下了手中的玻璃。梅姐正按摩着自己的孕肚，一双手诡异地出现在肚皮上，里面的孩子貌似迫不及待地想要出来了。原来只是一个梦，但随着孩子的生长，梅姐越发觉得古怪了。她立刻打电话去医院，她想和那个给她做 B 超的护士谈谈，但却被医院告知，护士在给她检查后的第2天就已经辞职了。这更加加深了梅姐的疑问，她笃定护士知道些什么。与此同时，邻居兰姨拿着补品前来，竟是一些猪的内脏。兰姨告诉她，女人在孕期吃这些生食有利于孩子的生长。女管家也立刻过来打算烹饪它们，貌似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个孩子。We need that baby. We need another sweet child around here. 兰姨奇奇怪怪的话并未被梅姐放心上，相反，她对煎熟后的内脏还很是喜欢。至于剩下的那份胰脏，女管家说最嫩的吃法是生吃，梅姐当即摇头，正常人谁能接受？但是当她在洗碗时，却是不自主地被碗里血红的胰脏吸引。自那以后，女管家每天都会给梅姐准备新鲜的内脏，而她竟也吃得不亦乐乎。直到吃干抹净，她才意识到什么，于是她通过多方打听，终于找到了栖身教堂的那位护士，正是当时给她做 B 超然后被吓晕过去的那位。女人告诉她，那天她在梅姐的肚子里看到了不洁之物，梅姐却认为是机器出了问题，护士当即否定。 I saw the little hooves. 他只觉得眼前的女人疯了，随后便匆匆离开。但事实上，他肚子里的孩子远比这个更恐怖。兰姨之所以一反常态关心梅姐，是因为胖妹昨晚死了，她唯一的女儿也离她而去，这让她彻底失去了坚持下去的动力。她告诉小美，小帅其实是她的儿子，但是他很早就已经死了。因为一些原因，小帅并不记得自己已经身死，他一直觉得自己只是有精神问题。兰姨拿出胖妹和她的合影，并叮嘱小美一定不能告诉她胖妹死了。小帅要是知道自己的姐姐死了，他会彻底失控的。小美对此将信将疑，回到家立刻查起了兰姨告知的真相，结果竟是真的。当年高中的一起屠杀案里面的死者正是万圣节当晚找小帅麻烦的人，而杀人凶手赫然就是小帅。小美崩溃不已，立刻就要让母亲搬离这里，结果却在客厅碰到了兰姨。兰姨告诉她，当年小帅不知为什么在图书馆枪杀了一众同学，随后就在这个房子里被赶来的警察们击毙。自此他就被困在了这里，而他受到凶宅的影响，经常会神志不清，做一些可怕的事情。只有小美能够帮他解脱。而兰姨为什么突然对梅姐这么好，还用生食喂养胎儿？那是因为这孩子就是小帅的种，那是邪灵女人的孩子，是他的孙子，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念想了。美艳动人的女人，是这座凶宅的标配管家。男人目光侵略地看着这个尤物，而他正是凶宅新的买家。原来上集梅姐的护士说她怀的不是人。 I saw the little hooves. 梅姐虽然不信，但还是来到医院检查。医生告诉她宝宝很健康，而且还是双胞胎，这无疑是意外之喜，也更加坚定了她要搬离的想法。随后便有了开头的男人。这位金主爸爸显然也不知道这座凶宅的背景，不过梅姐还是坦诚相告了。头铁的男人不以为意，留下名片就走了。中介立刻气愤地和梅姐理论：“你这是怕房子卖得太快，来增加难度的吗？”黑心和良心对碰，两娘们吵得不可开交。不过外面有动静，又有买家来了，竟然是那个八脸男。男人一边嚷嚷着要买这房子，一边大吃特吃。老辣的中介当然不会让他白蹭，掏出包里的枪就对准了他。梅姐一下子不会了，中介说这里有太多人觊觎她的美貌，干他们这行的都是随身带枪的。不过好在男人一通解释后，中介也放下了戒心。随后两人带他参观起来。作为曾经的屋主，男人又怎么可能不了解这里呢？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晚上吃饭时，梅姐随口说起，一听到八脸男，本立刻脸色大变。当晚他就出现在了男人的公寓里。本戳穿了八脸男的谎话，男人所谓的被凶宅操控杀死妻女根本就是假的。本调查了他因烧伤住院2年，根本不是进了什么局子。眼见如此，男人也说出了真相，他们确实死在
在里面，但是因为当时男人要和妻子离婚，原因是爱上了隔壁的兰姨。为了他，男人甚至不惜抛妻弃女，妻子崩溃不已，当晚就将房间点了，一波带走了自己和2个女儿。本只觉得眼前的男人疯了，而八脸男做的一切，竟只是为了赶走本一家，好霸占凶宅和兰姨再续前缘，真是离了个特朗普了。本一番警告后离开。次日，梅姐带着中介又参加了旅游团，导游看到她也很是激动，这可是买下鼎鼎大名的凶宅的狠人啊！梅姐来只是为了听上次没听完的介绍，原来房子第1任主人的孩子被债主给绑架肢解了，女主人郁郁寡欢，而身为著名外科医生的丈夫竟然将孩子再次缝合了起来。女人来到楼上，一步步走向摇篮，里面空空如也，一转身竟看到一个怪物。女人来到楼下，向丈夫诉说着感谢。男人洋洋得意，他只是将一颗活人的心脏放进了那具躯体。女主人想要喂养他，但他根本不想吃奶，这是上天对他们残害无辜的诅咒啊！他亲手杀死了他，并一枪崩了丈夫，然后又结果了自己。随后便是一任又一任的屋主了。梅姐就这么静静地听着曾经的一切。小美正看着100年前的相片，一道白影出现。Look what he did to me. Go away! 鬼护士瞬间消失。原来在这座凶宅里，只要你拒绝，这里的亡灵就无法在你面前现形。自从兰姨告诉她凶宅的真相后，以及小帅是鬼魂的事实，小美的世界观彻底崩塌，凶宅内的鬼魂也越来越活跃，他们频繁地出现在小美面前。精神极度压抑的他吞了一整瓶安眠药，只为能睡个好觉。看这架势是不想醒了呀。好在小帅及时出现，他拖着小美来到浴缸，打开花洒，不断的帮他催吐。好在要是吐出来了，看着崩溃的小美，小帅告诉他，只要他说走开，这里的亡灵就无法出现在他面前。这天，他和小帅在凶宅的墙壁里找出了很多的旧物，里面有凶宅刚建好时的照片，还有第1任主人的全家福。这间房子的秘密在不断的显现了。另一边的兰姨找到了凶宅的新任买主，她试图说服男人放弃购买，但男人只想低价买地，凶宅从来不是他的目标，他要推倒一切，在上面建新的公寓，这是兰姨无法忍受的，这可是他孩子们的家。兰姨立刻回到凶宅，此时的管家莫拉还在幻想着男人会为他建泳池，进而挖出他的尸骨。但当兰姨告诉他，男人只是玩玩他，其目的一直是推倒凶宅建公寓，到时候莫拉的尸骨将被埋在地下，永无天日。而在失去凶宅后，兰姨孩子们的亡灵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。2个对立的人一拍即合。 What you do best. 莫拉照样引诱着男人，随后将他带到地下室，开启了私人模式。男人一脸享受，下一秒恐惧爬满脸庞。莫拉3两下就卸了他的兵器，一个塑料袋套在男人的头上。是兰姨的舔狗八脸男动手了。可怜的男人就这样领了盒饭。有这些人在，房子估计是卖不掉了。而另一边的梅姐也找到了小美谈心，女儿因他们夫妻不和，已经闹情绪很久了。但当她看到那张老照片时，梅姐脸色大变。这个所谓的第1任女主人，不就是之前上门看房的女人吗？怪不得她对这房子这么了解。她终于知道这房子哪不对了，有鬼啊！男人对着镜子穿上了黑色橡胶服，随后便向黑暗中走去。楼下的男性情侣被他按死在了苹果盆里。回来拿东西的雷也惨遭毒手，而小帅这么做竟是为了眼前的这个女人，他要给她一个孩子，而这一对闹分手，竟不打算要孩子了，杀了他们，会有新的家庭搬进来的。女人是凶宅第1任女主人，她的孩子被债主绑架并肢解了，自此她就一直徘徊在凶宅里，找着自己的孩子。而小帅年幼时，兰姨并没有很是关心他。女人的亡灵出现了，看着面前的小男孩，她给予了自己全部的爱，这也是小帅为什么对她这么亲近。直到梅姐一家搬进这里，身着黑色橡胶服的小帅又开始了行动，梅姐也真的怀上了双胞胎。而此时的梅姐正拿着小美给她的老照片，她前几天见过这女人，这可是凶宅100年前的女主人。她和中介聊得不可开交，而他们对面就站着一个女鬼。至于照片的女主角，因为找不到自己的孩子，正在楼上哭呢。本的情人出现，她被女人的哭声烦死了。女主人薇薇安是死得早，但不影响她菜呀。那么多年了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死了，直到情人告诉她，她才知道自己后脑勺有个大口子。情人说这间凶宅赋予了他们魔力，让他们可以随意的遁形游走，他们很强，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梅姐已经有个女儿了，她竟然又怀了双胞胎，而他们都失去了自己的孩子，这不公平，他们得把孩子抢过来，一人一个。 We could do that? We'll have to. After all, they've gotta have mothers. You can't raise a baby in a loony bin. 而他要做的就是凭借灵力不断的吓唬梅姐。正常人都经不住，更不要说是一个孕妇了。梅姐立刻就要带着小美离开，但刚坐到车子里，之前死掉的2个绑匪出现了，吓得2人又再次逃回了凶宅。显然这些亡灵是不会让她离开的。
得知梅姐企图带着女儿逃走，本只觉得她疯了，而梅姐也确实受不住精神压力，当晚就出现了幻觉，而且一枪打伤了本。就这样，梅姐因为精神问题，直接被带走送进了疯人院。小帅将汽油倒在男人身上，随后一根火柴将男人点了。原来当年兰姨生了4个孩子，但她的子宫就像被上帝诅咒了。胖妹是唐氏儿，而小帅的弟弟则更是畸形。兰姨为了保护他，将他锁在家里，但却被社区起诉。他们认为兰姨虐待亲子，并要将他带走送去慈善机构。为了永远留住自己的儿子，兰姨的舔狗将他闷死在了凶宅的阁楼里。男孩的亡灵自此永远留在了这里，时不时的扔着红色小球。而小帅却对八脸男怀恨在心，眼看母亲还要和他洗劫连理，小帅痛苦之下磕了很多的小粉末，随后便准备起枪械。那场著名的高中屠杀案也因此而来。而在这之前，他先去将男人给点了。这就是八脸男脸上烧伤的来源。与此同时，家里的本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医生告诉他，梅姐的双胞胎是同母异父，也就是说一个是他的，而另一个是别人的。本的脸色一秒阴沉，他立刻来到医院。原本因为自己出轨所产生的自责和内疚，此刻荡然无存。一直扮演受害者指责他的妻子，竟然在同一天和2个男人交流了，而且同时怀上了2个男人的孩子。I wouldn't lift a finger to help you get out of here. 头顶青青草原的他，立刻找上了可疑的警察老黑，但是老黑却仿佛听到了最大的笑话，他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。老黑不动声色地骂着本连梅姐遭遇了什么都不知道，真是个好丈夫，竟将自己的妻子关进了精神病院里。被教育的本也逐渐清醒，他看着手中的橡胶符沉思。女管家出现，本追问他事情的真相，是不是有人闯入家中侵犯了梅姐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女管家证实了他的猜测。而此时的他在本眼里也变回了原本的老人模样。You're finally beginning to see things as they are. 眼见事情反转，本再次来到医院，他告诉梅姐双胞胎同母异父的事实，并向她道了歉。他会马上向医院提交申请，将她接回家。梅姐也很是崩溃，但她除了知道那人穿着橡胶服，其他一无所知。回到家的本还在调查这件事。小美学校的劝导员上门了，男人刚一进来就看到了一堆苍蝇，这街不眼谁还管苍蝇？劝导员说小美已经16天没去上课了，再这样她就要被学校开除了。本察觉了女儿的异样，但不曾想进这么严重。他承认是自己疏忽了。他来到小美房间，劝说她好好去上学。小美虽有抵触，但还是答应了。与此同时，家里的苍蝇越来越多，都是从地板下面钻出来的。为此，本还请来了除虫专家。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这苍蝇意味着什么。仔细看，女孩惊恐地逃向屋外，结果刚一出门，就又立刻回到了凶宅内。小美在这一刻害怕极了。男友小帅还在一边劝她一起自杀。惊恐的小美立刻从后门逃离，但转眼间她又回到了屋内。小美吓坏了，她一遍遍地尝试着，但结果都是这样，她无法离开凶宅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原来上集小美学校的劝导员上门，怪事缠身的本终于意识到，小美已经16天没出过房门了，更不要说去上学。她耐着性子找到女儿，还好一番沟通下来，小美愿意去上学了。但当小美想要出门时，小帅却是拦下了她。在小帅的美男计下，小美最终还是没有去上学，这让本一度以为是小帅带坏了她。他联系着寄宿学校，想要将小美送走。偷偷听到这个消息的小帅，为了不和小美分开，他再次穿上黑色橡胶服，想要迷晕本。看着面前强奸自己妻子的人，本的武力值爆表。他迫切想要知道这人是谁。经过一番打斗，本明显不敌，但最终他还是扯下了小帅的头套。竟然是女儿的男朋友，他大声呼喊着小美，但是药物已经起效了。The only reason I'm not killing you for her. You just take a little nap, and it'll all be over. 小帅嘴里说着没时间了，然后拿着一堆药，他竟想让小美和他一起自杀，这样他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小美假装镇定，她谎称要去点些蜡烛，随后便大叫着逃命起来。但此时的家里根本不会有人帮她，她立刻逃向屋外。小帅想要阻止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奇怪的是，路人好像根本听不见他的求救，只有一只大黄对着他狂吠，然后就是一遍遍的循环。他前脚出门，后脚又立刻回到屋内。眼见事已至此，小帅也决心告诉他真相了。他带着小美来到下水道，只要他看了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小美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，面前的竟是一具爬满虫子的尸体。定睛一看，赫然是他自己。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他。原来他之前吞药时，他就已经死了。小帅当时想救他，但小美在他的催吐下，只是吐了一点点药出来，这远远不够。而小美的亡灵也一直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。为了能让小美更好的接受事实，小帅才企图骗她一起自杀。得知一切的小美逐渐平静，而他也将再也无法离开这所房子。